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V。今天来开箱这盒 HGUC 古斯塔夫卡尔00型，也可以说是闪哈版的古斯塔夫啦，因为之前有出过一盒独角兽版本的。那今天的开箱呢，会包含板件介绍、外观总览、可动评测，还有最后我个人的一点小心得，还有推荐度。那就赶快来看一下这盒 HGUC 古斯塔夫卡尔00型有没有改善独角兽版本的缺点。哈基秒秀。首先看到盒子厚度非常的夸张，比 MGSD 逆运还要厚，以非大型机来说有点夸张了。再来看到板件数量，总共15片 ，HG 来说真的很多，可以期待各处的可动以及分色。看一下板件名称，其中有2组板件是独角兽版的，也就是其中4片是沿用，其他11片都是新规，基本上可以说是新生版了哦。贴纸的话，则是1片胶贴还有补色贴纸。粉色的贴纸大概就是默认的监视器、瞄准镜什么的，长条状的蓝色就待会来看看是哪边的补色区域。组装完成之后，来看外观，可以说是非常还原整个设定稿，各处的轮廓、刻线都是参照设定图还原，没有什么变动的地方，原作党肯定会喜欢。整台机体看过去非常粗壮，可以说长得很像 Double 的德天使。有些地方设定稿为了画出立体感，所以看起来有刻线。但实体化之后就会省略掉。头部在组装时贴上贴纸前可以看到雕刻细节，质感很棒。眼睑的白色也有做出分色，表现相当出色。盖上眼部的透明零件之后，在紫光的照射下，荧光效果也很不错。整个头部水准很高，真的要挑毛病的话，大概就是天线。因安全玩具的标准，所以做的偏粗。改造派的可以用铜线来替换哦。躯干在组装时可以看到手部的连接处。是在简易的骨架上加入滑槽结构，并且结合脖子，同时做到分色与可动，这点真的很加分。驾驶舱覆盖在接近下方的部分是采用镂空设计，虽然说原稿就是这样，这种设计让粗壮机体可以在腰部保有一定的可动。背包的部分在下方有3个大型的喷射口，上方则是不对称设计，分别是武器挂架以及机械臂。武器挂架在使用时需要先拆卸零件，转个方向插在下方之后，才可以挂上武器。机械臂基座的部分有完整的分色，本体则是有锁扣的设计。以 HG 来说，真的是相当破格的待遇。手部也是不对称设计，左手前臂多了一个榴弹发射器，因此部分装甲会不太一样。内部的榴弹也有做出分色，也因为这台的盾牌是架在背包上的机械臂，所以手臂不会有多余的武器孔洞。尽管很想称赞这一次的手臂很漂亮，不过这一次的前臂是直接的2片零件组合。中间的缝线虽然不是很丑的直线，但还是很明显。以观感来说，我个人觉得很不美观哦。裙甲部分可以看到，这一次跟部分的腰部装甲是做结合的，因此腰部的根部旋转基本上是没有了。两侧的燃料管在中段的部分是有做出额外的造型以及刻线，不是单纯的整根，设计的蛮好看的。前裙甲这一次腕带也是不演了，说明书上直接说连接处依照自己喜好可以剪断，都知道玩家在干嘛哦。因此前裙甲可以有独立的可动，后裙甲就厉害了。除了单纯外甲依照设定稿的分色以及刻线之外，在内侧居然有额外的细节以及分件，而且这个细节完全没有糊弄过去，是非常扎实的散热口构造。再说一次，这是 HG 哦，真的非常超规格的设计哦。侧裙甲的外观没什么问题，但在结构上有蛮糟的设计，待会可动的时候来看。接着是脚部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组装的过程中会发现小腿因为有飞行组件，居然算是有简单的骨架内构，超级夸张。组装过程中我是直接停下来欣赏一下，满满的赞叹。到目前为止都超出 HG 模型的平均水准哦。小腿背后的燃料箱也有做分色，底部配置了大型的喷射口。大腿的部分缝线就不多说了，跟刚刚的前臂一样的问题。再来是脚掌，这里在组装时会发现阴影结构，脚掌的分件很完整，也因此分色完整，脚底板也是整片完整的，没有空洞，水准超级高哦。接着看手型，分别是双手持握武器，右手持枪以及左手开掌。也因为机体本身就比其他机体来的大，所以开掌造型明显比其他机体来的大上1号。武器部分分别是光束步枪、2把光束剑、火箭筒以及盾牌。
光束步枪比对本体显得很小一把，配上弹夹造型，反而有点像冲锋枪。平时可以挂在武器挂架上收纳。光束剑就没什么特别的看点，平时可以收纳在侧裙夹内的收纳处。火箭筒可以看到弹夹分为前后，蛮特别的设计。扳机部分可以些微的前后扳动，拿法也不太一样，一般是靠在肩上，官方的拿法则是偏向靠在腰部的位置，左右各有辅助握把，让另一手可以辅助握持。平时也可以挂在武器挂架上收纳。盾牌也很猛，除了有完整的内侧装甲之外，在底部甚至有额外的一块零件覆盖，解决掉原本可能是空洞处的地方，一样又是个超规格的待遇哦。最后看一下补色贴纸、胶贴以及空洞处。补色贴纸的部分这一次我比较少贴，原因是因为有些我觉得不贴反而比较好看，像是主监视器的部分，原本的透明零件就是粉色，贴上去之后反而觉得不自然。剩下的分别是后方的监视器、裆部感应器、光束步枪以及火箭筒的瞄准镜。再来是我也没有贴的小腿细部处，前面提到的深蓝长条就是在这里。除了本来的灰色分色我就觉得很好看之外，这边因为也会牵扯到飞行组件的展开，所以有可能会刮到。在这两个条件下，最后选择维持原配色，观众们可以参考一下。如果是你会怎么做呢？胶贴则是在胸口处、后裙甲下方以及盾牌。盾牌的话不好贴，需要花点心思哦。补色处的话算少，分别是头部的散热口、手臂跟脚部圆形内部细节的灰色、脚底板喷射口的灰色，以及各处喷射口最内侧的黄色。我个人是觉得这次都算无伤大雅的补色啊，纯素组的完成度就超高了哦。补了的话会是画龙点睛。此外这一盒也会有不少的飞件，都是旧款的零件，可以看到是在肩甲、腿部以及内部结构、燃料箱等地方造型有所不同，可以知道至少万代在重现造型上面还是蛮用心的。最后是空洞处，刚刚前面应该就看到了，是这一次最惨的地方，机械臂正面满满的空洞，也没有打算藏，只能说真的是这一盒最大的败笔了。接着看可动，首先是头部，脖子基本上是看不太到啊，所以可动就别太期待了。俯视的话还算有点角度，但抬头的话就完全不行。前后摆动的话也没有，侧摆的话也几乎为零。下巴的话会和领口互相干涉，所以角度也没有到特别大哦。躯干使用带有球形关节的直轴，旧款在这边容易松动，这一盒则是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可以左右搬动，因此侧摆得到了一定的保障。虽然作用不到太大啦，但这设计其实蛮不错的。弯腰以及后仰主要依赖球形关节，有但不多。左右旋转的话，平时几乎无法，但是将躯干稍微向上拉之后，就可以获得一定的角度。手臂的前后360旋转没有问题。外摆关节，这一次是在躯干内有滑槽结构，可以将手拉出，并且在连接处有可以提升平举角度的关节。不过因为球形关节，在拉出来的时候有可能会拉不出来而整只脱落。此外看起来也会有点连接不完整，会有少许的穿帮。肩甲跟整只手是联动的，向上掀起可以超过90度，外侧的装甲有些微的可动。至于手部平举表现特别夸张，可以来到接近180度。手肘弯曲保留了旧款的结构，在这种圆轴关节上面达成了2段可动，角度140度。左手的榴弹发射器也可以向下掀开，其余的手掌旋转以及根部旋转，这些就是正常水准的表现。不过根部旋转会感觉到有点松动，阻力感不是很够哦。前裙甲这一次因为内部采用这种弯曲的管状关节，除了可以向上掀起之外，整片还能向上进行平行移动，大幅减少前踢时的干涉。这种结构真的蛮猛的。后裙甲采用齿轴关节，可以向上掀起，也可以左右摆动。侧裙甲采用大型的球形关节，可以稍微向上掀起，也可以前后摆动。向后摆动时，可以有效减少侧踢的干涉。至于收纳处的可动就比较可惜，采用这种开放式的卡榫作为关节，非常容易脱落哦。上盖很容易和管线卡到，稍微用点力的话，也很容易整片脱落，设计上很有瑕疵。脚部首先来看髋关节，可以整个向下拉动，解放前后踢的角度。前踢最大接近90度，后踢是60度，侧踢则是70度。另外这一次是采用直轴关节，就我所知旧版这边用的是球形关节，这一次有解决脚部过重抬不起来的问题。根部旋转最多180度，小腿处可以向下拉动，提高整个屈膝角度。
平常大概是70度，解放之后可以来到120度。还可以看见内部的联动油压杆结构，飞行组件外盖要先向外稍微拉动后，才能向上搬动。外侧的2个喷射口有一定的可动，小腿燃料箱下方的喷射口也可以上下搬动。脚掌前后摆动有独立的关节，因此脚掌前后摆动的幅度非常的不错。侧摆就是依赖球形关节，脚掌可以向上搬动，另外的脚尖处居然也可以向上搬动，这通常是在高价位的模型才会有的结构。可以说整体脚部的可动，万代是有用心的。最后是机械臂，万代的说明书上也是直接写说要小心操作。首先盾牌的连接处是球形关节，机械臂本体可以伸直，最大弯曲角度则是来到150度，根部可以左右旋转。这里强烈推荐一定要先抓住根部之后再进行操作，不然依照机械臂的应力很容易直接断。像我这边就是已经被我操作到有点白化了。整个盾牌可以直接弯折至前方，也是解决了旧版需要替换件的痛点。基座部分可以上下旋转，这里也是建议轻轻施力就好。那以上就是这盒 HGUC 古斯塔夫卡尔00型的开箱了。纵观下来，我会给很好的评价，因为这种粗壮的机体通常都不会有太好的可动。但是这一盒呢，是有些地方有做特别的处理哦，像是躯干的侧摆，还有脚部的解放关节等等。手部很好的2段关节是沿用，可以说这一盒是把旧版的优点保留，然后改善了不少缺点哦。而且分色上真的很棒，宿主就有很高的完成度哦，所以喜欢量产机的玩家不要错过这一盒。那下一盒呢？就是这盒 MB 的海牛钢弹啦。海牛的浮游炮现在也可以跟 New 钢弹一样，只挂半边哦，完全就是为了卖玩具而追加的结构还有设定。不过香啦，哪次不香？那有兴趣的观众欢迎订阅我。就这样，拜。